周教授，我好爱你。我的丈夫是个重度击剑运动排斥者，曾因为我拉着他从1米高的台子跳下，回到家就给了我一纸离婚协议，骂我疯子。可现在那个巨显位高的男人正陪着别的女人在万米高空之上与他生死相依。今天论文又被雕了，还好有贴心的周教授买的小蛋糕，全世界最好的周教授。那天他说他在实验室。面冷心热的男人，嘴上说着我的项目差，骂哭了不还得你哄？那天他说科研项目走不开，原来如此，我真傻。师母，周教授可能还在里面忙，今天是苏棉师妹项目成果展示的日子，也是她的大日子，要不您先去休息室等一会儿。不用了，麻烦你转告周教授一声。啊，您不亲自进去见他吗？告诉他，准备离婚吧。今天中午有助手项目终审答辩，我得陪着，没能及时出来接你的电话，你又因为这点小事生气了。林夕，能别闹了吗？我身边只有你一个，这个玩笑一点也不好笑。林夕，说话，什么时候才能改掉你一生生气就不说话的坏毛病？你是成年人，不是小孩。是吗，周怀金？你不是跟我说你重度恐高，讨厌任何极限运动，甚至连1米高的台子都不敢跳吗？为什么陪着苏棉你就不恐高了？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周教授？林夕，你查我。你不该先解释一下这个吗，周教授？是，她叫苏棉，但只是我带教的研究助手。小姑娘上周因为核心数据注错压力太大，甚至有了厌世的层面。我作为项目负责人，陪她去跳伞只是为了让她放松情绪，免得影响后续的临床进度，仅此而已。仅此而已。周怀瑾，说这话你自己信吗？一段视频可以解释为职场关怀，那这主页里整整320个记录，你又怎么解释呢？每一顿早餐，每一次接送，连他研究报告被批，你都要买小蛋糕去哄。周怀瑾，你对哪个助手是这样尽职的？你要去哪儿？我回家住一段时间。女儿，怎么突然想起来回家住？是不是怀瑾欺负你了？妈，你想哪儿去了？他最近手里有个新药研发的大项目，正处于临床试验的关键期，整天泡在实验室。我一个人在家住着孤单，就想回来陪陪你们。项目忙是好事，怀瑾那是事业心重，你想住多久住多久，等怀瑾忙完了，让他过来吃饭。好。你就是林夕姐姐吧？林夕姐姐，我有点事想找你，我们可以谈谈吗？他叫你来的？不是，周教授不知道，是我自己要来的。既然他不知道，那你更没必要出现在我面前。你走吧，这是我和他之间的事，跟你这种研究助手没什么好说的。林小姐，不管你信不信，我跟周教授真的没什么，他只是看我一个人在研究中心打拼不容易。那天真的是我实验数据交错，心情不好，我求着周教授陪我去跳伞的，那只是一个误会，求你不要因为我迁怒教授，他是整个项目的灵魂，他是无辜的。误会？这一段视频可以是误会，那底下这300多个记录你们园区朝夕相处、甜蜜互动的视频，也都是误会吗？苏棉，既然进了研究中心，就好好钻研你的专业，
别总想着走这些职场潜规则的邪门歪道攀高枝，不是每个男人的资源都能让你蹭一辈子。林夕，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尖酸刻薄？为什么要找苏眠麻烦？她还只是个刚进中心的后辈。周怀瑾，搞清楚，是他主动送上门。我倒是很想知道，为什么他一个研究助理能这么精准地掌握我私人画室的地址？林夕，还有，你有这闲工夫过来兴师问断，倒不如快点把我发给你的离婚协议签了，好腾出位子，彻底管正你的心头肉。林夕，你现在情绪太不稳定了，这些话我不当真。晚上我再过去找你，我们谈谈。怎么，周大教授下班了，来为你的小助理讨公道来了？你才是我的妻子，林夕。好了，别闹了。这周我要去国外参加一个医药学术研讨会，大约1周后回来。等我回来，我们再心平气和地解决我们的事。既然你不喜欢苏眠，我以后会尽量减少和他的私人联系。有关他的研究课题和专利数据，我已经签字转交给组里其他研究员了，以后我不会再过多干预。会议内容很枯燥，数据很杂，国外的餐食总是不合胃口，想念你亲手做的菜。晚安，林夕。看着这些他给我的报备，我内心有些动摇。我回来了，这是在国外给你带的礼物，喜欢吗？这次是我做的不对，林夕，只要不离婚，你怎么闹怎么惩罚我都认。至于搬回去，你愿意在这里住多久都行，以后我每天抽空回来陪你吃饭。周教授，快闭眼许愿呀！这可是我特意避开其他人，守了一整天才给你准备的惊喜。林夕，林夕，你听我解释，我真的没想到你会突然回来。苏曼她只是刚从中心过来汇报数据，顺便帮我过个生日。没想到我会突然回来。周怀瑾，我要是不回来，你们下一步是不是打算在这张餐桌上把蜡烛吹灭，然后去我们那张床室继续许愿？好疼！周教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不小心把杯子打碎了。林夕，你先等我一会儿，苏曼好像受伤了，我去就回。去吧，去了就永远别回头。对方已关机。林夕，那是误会，是他自己找上门的。我真的已经把他从我的研究小组里踢出去了，以后再也不会有联系。林夕，求求你最后给我一次机会，我已经把苏涵的项目移交给别人了。周怀瑾，你这种自虐式的深情表演真让人反胃。心血，我好几年的心血。门锁完好，只有我和周怀瑾有钥匙。苏眠，解释一下，昨晚为什么拿着周怀瑾给你的钥匙去我的画室？林小姐，我知道因为我和周教授工作上的事，你误会了很多，处处针对我，甚至还不惜让周教授把我调离研究小组，可我都跟你解释过了，我跟周教授真的什么关系都没有，你为什么要拿着这些莫须有的东西来诬陷我？这就是教授的太太，怎么这么凶，当众欺负新人啊？听说还是画家呢，可能艺术家都比较敏感易怒，可这控制欲也太可怕了。你不觉得你这样太可怕了吗？周教授是带头人，他有自己的社交和工作，你处处都要掌控着他，难道这样周教授就真的开心了吗？苏眠，
你在监控里毁掉我所有画作的时候，想过周先生开不开心吗？还是说，林小姐是因为之前大学时期受到过伤害的经历，才导致了现在这般扭曲、偏执的性格？你说什么？天哪，真的假的？原来那种事儿，咦，好恶心啊！怪不得性格这么扭曲，大闹办公室，原来是有过这种经历。这种心理残缺的人最可怕了。这样想来，周教授太可怜了，不仅要兼顾这么重要的临床项目，私下还要照顾一个有心理疾病的妻子。就是，连苏眠这么乖的小姑娘都欺负，这心肠得黑成什么样？谁告诉你的？这件事，你到底是怎么知道的？林小姐，你还没猜到吗？除了你最信任的周教授，谁还会把你的丑事当成枕边话讲给我听呢？除了他又有谁呢？那个雨夜，我曾真的以为他是我的救赎，才把血淋淋的伤口撕开给他看，祈求他的怜悯。他跟我说，你是个易碎的瓷器，虽然漂亮却没意思，每天面对你，他都觉得压抑的喘不过气。哦，对了，就连他参加研讨会回来带给你的这只手表，也是我陪他逛街时亲手为你挑的呢。他骗我说他在国外研讨会很忙。是啊，他确实很忙，忙着在酒店照顾我，忙着给我买礼物，顺便打发一下你。原来发报备照片的7天里，他一直和苏面待在一起。原来送我的礼物不过是施舍。原来你们从头到尾都在把我当成傻子耍。所以啊，林夕，真正配不上周教授的人是你吧？怎么敢？林夕，你到底还要干什么？我都已经听你的，将苏眠移交给了其他研究组，答应你不再跟他有私下来往，你为什么还要一而再再而三的跑来单位为难他？我为难他？你低头看看，周怀瑾是你身后的这个女人亲手划烂了我所有的画，是她在大庭广众下羞辱我的过去。教授，算了吧，是我的错，我不该在这里，我走就是了。苏眠他没你想的那么坏。林夕，收起你那些被害妄想，你现在的样子真的让我觉得恶心。瞧见没，教授都怕我，可真够失败的。我要是他，有过那种经历还这么嚣张，早就找个地缝钻进去，真晦气。周怀瑾，既然你想要那块烂泥，那我就彻底成全你。林夕，我刚刚在大厅的话是重了些，但你也不该当众为难一个小姑娘。苏贤她还年轻，没你想象中那么坏，她只是太崇拜我了。没我想象中那么坏。周怀瑾，我想问你，为什么要把我之前那段想死的过去告诉他？她呀，之前受过刺激，性格古怪。为什么要骗我说跟他没联系？转头却带着他飞往国外参加研讨会。为什么要把他亲手挑选的手表戴在我手上？周怀瑾，你真的让我觉得恶心透了。林夕，你知不知道苏眠因为你下午在研究中心那一闹，现在被全中心的人指指点点。他本来就心思敏感，现在整个人都快抑郁了。明天你跟我去一趟中心，当众给他道个歉，把这件事平息掉。他抑郁了。周怀瑾，那我呢？那我呢？他毁了我几年的心血，他在众人面前撕开我的伤疤，
你现在让我去给他道歉，你为什么要骗我说跟他断了，转头瞒着我带他飞去国外参加研讨会？为什么要把我大学受辱的事告诉他？为什么要送我一只他亲手挑选的手表？周怀瑾，在那7天里，你有哪怕那么1秒钟考虑过我的感受吗？还是说你在庆幸我那几天没有给你发信息，爱着你们的双宿双飞？我不知道你喜欢什么礼物，所以才顺口问了他的意见，并且事情都过去那么久了，你至于这么矫情吗？这就是我爱了这么多年的男人，我以为他是我的避风港，原来他才是那个亲手把我推向深渊的人。周教授，研究中心的实验室突然断电了，大门落锁，我被关在了里面，这里一个人都没有，里面好黑，我好害怕，你过来陪陪我好不好？求求你了。你在原地待着别动，我现在过去。林夕，苏蛮还是个孩子，他怕黑。周怀瑾，你今天要是踏出了这个门，我们这个婚必离。林夕，苏眠被困在临床实验室了，那里有很多精密仪器和数据，他是我的助手，我有责任保证他的安全。这件事，我不得不去。周怀瑾，这是你最后一次有机会回头。喂，帮我办件事儿，我要上诉离婚。所有的财产分割证据我都会发给你。林夕，你真的想好了？周教授那边不仅是离婚，我还要起诉一个人。我要起诉苏冕毁坏私人财物，涉案金额巨大。我要他这辈子都背着犯罪记录，再也进不了任何研究中心。周怀瑾，这就是你想要的处理。7天后，我们法院见，这婚必离。周怀瑾，当你带着苏曼从黑暗的实验室出来，迎接你们的将是整个行业的唾弃和法律的审判。又是这招，林夕，你的把戏就不能翻新一下吗？林夕，别闹，我明天早点回家找你，带你去吃你最爱的那家私房菜。消息已发出，但被对方拒绝了。居然还学会拉黑了，气性越来越大，不就是想让我哄吗？可笑。那是周教授的车，周怀瑾在那儿。周教授，听说您背叛了陪您吃苦多年的妻子，在任职期间出轨自己的研究助手，请问是真的吗？网络上疯传的苏眠恶意毁坏林夕女士画作的监控视频，是由您提供的钥匙吗？您是否涉嫌纵容犯罪？你们在胡说什么？什么背叛？什么毁坏画作？请注意你们的言辞，我会追究诽谤责任。周教授，周教授，林夕女士已经正式提起了离婚诉讼，并发布了长文声明。她说您将她的伤疤作为谈资，还长期与助手保持不正当关系，您对此有什么看法？什么？谁要离婚？谁提起了诉讼？周教授，您还没看今早的热搜吗？您妻子林夕亲自发布的实名举告信和离婚声明，现在全网都在传。林夕，你竟然敢真的怕了！让开！都给我滚开！周教授，您这是要去哪儿？是去求林夕女士测速吗？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林夕，你为什么要把事情做得这么绝？我已经在处理了。林夕！林夕，开门！爸妈，我是怀瑾，你们听我解释。
周教授，别敲了，家里没人。他们人呢？去哪儿了？今天一早，林小姐就陪着二老带上行李箱出去了，说是出去旅游散心，短时间内不回来了。去哪儿了？这我哪知道？人家一家三口和和美美的，也没必要跟我交代行程啊。倒是周教授您最近新闻闹得挺大，还是先顾好自己吧。周教授，你帮帮我，我该怎么办？现在全网都在传我是个小三儿，说我勾引上司。公司那边刚才给我打了电话，说我严重违反员工守则，要把我开除，甚至要在行业内通报。林夕姐姐还把我告了，说我毁坏财物，要我坐牢。周教授，你救救我好不好？道歉吧。道歉，周教授。如果我现在公开道歉，不就等于变相向所有人承认那些毁话勾引的事情都是我做的了吗？我的职业生涯就彻底毁了。难道那些事不是你做的吗？那天晚上，你为什么要趁我不注意偷走我公文包里的画室钥匙？为什么要去把我妻子的心血弄得一团糟？苏曼，你做这些事的时候，想过我的处境吗？周教授，我只是太嫉妒他了，我以为你会护着我。这些话你不用跟我说，你去跟公众说，做出公开道歉并全额赔偿画幅损失，这是唯一能平息林夕怒气的办法。林夕，先别挂，求你听我说完。林夕，我真的不知道那天苏棉去了你的画室，他是趁我不注意拿走了钥匙。我也是看了热搜帖子才知道的。那天的事是我对不起你，我糊涂，我被蒙蔽了。你先别冲动，别在网上发那些东西了，好吧？我们回来见面商量，无论你要什么赔偿，要我怎么道歉，我们都可以商量。林夕，你说话呀！你先回来好不好？周怀瑾，你还记不记得那天晚上在实验室门口我跟你说了什么？你今天要是踏出这个门，我们这个婚必离。林夕，那天是我糊涂了，我是被实验室的紧急状况冲昏了头，我……拨打的号码是空号。林夕，你真的一点退路都不给我留。周教授，我完了！网上那些人都在骂我，中心要把我正式开除了，我该怎么办？只有你能救我了，你带我走好不好？苏满，你是不是误会什么？我之前照顾你、迁就你，只是出自一个代教教授对助手的责任，并无其他任何情感。不可能，你一定是在骗我，是因为林夕告了我们，你才故意这么说的，是不是？如果你一点儿也不喜欢我，为什么要在我实验做错难过的时候，顶着恐高的名头陪我去跳伞？为什么要瞒着林夕，在宴场会期间带我去海边旅游？那是因为……为什么要在大年夜把林夕一个人丢在冷冰冰的家里，自己留下来陪我过年？为什么要在我研究报告被批的时候给我买小蛋糕哄我，要在我的生日亲手给我送礼物？周怀瑾，这些难道都是项目负责人的职责吗？你敢对着天发誓，你对我没有动过心吗？原来，在他的视角来看，这些事竟然是这样的。我终于明白，林夕在那晚看到视频时，为什么会露出那样死寂的眼神，为什么会那样决绝地坚持要离婚。苏棉，你想多了。你说什么？那天陪你去跳伞，确实是为了安抚你的情绪，不假。但那是为了不让你的个人情绪影响到临床项目的整体进程。作为带头人，我有义务排除一切干扰实验的因素，仅此而已。那次过年，
我为什么会留下来？倦了，还是不？我不爱他，我只是犯了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那种自以为是的错。我真正爱的人，从来都只有林夕。苏眠，我再重复一遍，收起你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在我眼里，你从来都只是，也仅仅只是一个帮我处理数据、做实验的助手。整整7天，没有黏腻的香水味，没有虚伪的报备信息，更没有那个道貌岸然的男人的面孔。这是这8年来，我第一次感觉到，空气是属于我自己的。假期结束了，周怀瑾，接下来该我们清算了。我回国了，考虑好了吗？是现在签离婚协议，还是等法院见？老婆，你终于肯接我电话了。你现在在哪儿？机场吗？我马上过去接你。林夕，我们有话好好谈，求你了，给我一个谈谈的机会。这个称呼你不觉得恶心吗？我和你之间已经没什么好谈的了。林夕，只要你回来，你要我做什么都行。公司中心那边，公司中心的事，那是你该得的报应。至于我们之间不肯签字，那就法院见。希儿，你终于回来了！你这傻闺女，你咋都不跟我们说要离婚的事儿啊？要不是我和你爸昨晚回家看了国内的医药中心头条新闻，到现在还要被那个周怀瑾蒙在鼓里呢。好啦，妈，回家再说。好了，妈，没事儿，不想让你们在旅游的时候还跟着我担心。担心？你受了这么大的委屈，我们能不担心吗？那个周怀熙，当初求娶你的时候，跪在咱们家客厅里，当着你爸的面发了多少誓？他说会一辈子对你好，说会把你捧在手心里疼。这才过了几年，就敢背着你在什么中心里养那个什么研究助手，他还敢把你的伤疤告诉那个小妖精，还纵容他回你的话，简直是无法无天了。周怀瑾他怎么敢？他良心被狗吃了吗？离！这种日子1秒都不能过下去了，离婚，必须离婚！你妈说的对，我们林家的女儿不需要委曲求全。希儿，放手去做，剩下的法律程序，爸给你找最好的团队。我曾以为他们会因为周怀瑾的社会地位而劝我忍耐，我曾担心我的残缺会让他们感到蒙羞。原来我最大的底气一直都在身后，悬了7天的那颗心，在这一刻终于稳稳落地。妈，您听我解释，我真的是来向林夕道歉的。嘿，你还有脸按这家的门铃？给我滚！滚出我们家！妈，求您了，让林夕见我一面，只要见一面，我怎么赔罪都行。你还敢提我闺女？周怀瑾，你摸摸你自己的良心，你当年求婚时是怎么承诺的？你说会一辈子对她好，她为了你放弃了那么多画展的给你做饭洗衣服，她受了委屈不跟我们说，那是怕我们做长辈的操心。这几年来多少个节假日，你说你忙数据紧，你把她一个人丢在空荡荡的家里，连她的30岁生日你都没时间陪她过。妈，那是中心的项目到了关键期，我不得不去陪你的小助理是吗？他傻，他信你，他在我们面前还总帮着你说话，说怀瑾不容易。结果你呢？你忙，原来是忙着带别的女人去跳伞打情骂俏啊！你忙是忙着带她出国住高级酒店啊！好你个周怀瑾，你平时装的人模狗样，背地里竟敢这样欺负我闺女！我告诉你，我和希儿他爸还没死呢，
既然你这么舍不得你的小妖精，你就滚回去找你的小情人去。这婚离定了，我们林家绝对不会放过你的。希儿，你可给妈记住了，不许让她进来，一滴水一句话都不许给她。她现在这种样子做给谁看呢？当初她在办公室跟那个小助手缠绵的时候，怎么没想过她在外面还有个家？我知道妈，我跟他之间早就断得干干净净了。他在外面站多久，那是他的自虐戏码，跟我没关系。妈只是怕你再被他那副人模狗样的样子给骗了。放心吧，妈，死过一次的人最清醒。既然你喜欢站，那就站在那儿，守着你那一地的碎影过一辈子吧。哟，还没站够呢，这路灯杆子都要被你站化了，演给谁看啊？妈，林夕还是不肯接电话，我只能在这儿等她。别，千万别叫我妈，我受不起。你这种人心眼子比马蜂窝还多，是算准了我们林家心软，想用这招逼希儿下楼是不是？我没有那个意思。没那个意思你就滚远点儿。看见你这张脸，我就想起我闺女这些年受的委屈。你站吧，你就算死在这儿，希儿也不会看你一眼。怀姐，你也是体面人，这样耗着，邻里邻居看着像什么样子？爸，我知道自己以前混账，我想亲自跟他求个机会。你带那个学生去跳伞的时候，想过给林夕留个机会吗？你把林夕的伤疤当谈资的时候，想过你的体面吗？那是我的错，所以我要在这儿守着，直到他愿意见我。你这不是在认错，你是在道德绑架。真是不嫌害臊，这都第3天了，像跟练线裤子似的戳在那儿。希儿，真不报警？妈，报了警，他正好有借口在民警面前演一出寻妻卫国的苦情戏。也是，赶也赶了，骂也骂了，他那脸皮比城墙都厚，随他去吧。他喜欢站，那就让他站着。以前我都等他做实验等到天亮，现在的他也该尝尝等不到人的滋味了。林夕，你以前最心疼我林雨了，你真的一点都不在意了吗？希儿，这都半个月了，他那又是淋雨又是暴晒的。隔壁王太太刚才遛狗回来还问我，说我们家门口那人是不是犯了什么事儿？妈，别管他，他爱站多久是他的事儿，咱们不欠他的。妈知道他不占理，可这邻里邻居的，天天看这么一出，我这心里总觉得像压了块石头。他那天在楼下咳得厉害，那动静听得我都心惊。那是他的苦肉计，他这种人最清楚怎么利用别人的同情心。希儿，这样耗下去也不是个办法，要不你下去跟他说个清楚，让他赶紧滚蛋，别在这儿恶心人了。周怀瑾，你到底想干什么？林夕，你终于肯出来了。半个月了，你像个疯子一样守在这里，是想让全小区都知道你周怀瑾有多痴情吗？我没想过要挟你，我不知道还能去哪儿找你。林夕，我这半个月想了很多，我们的过去。别跟我提过去，你站在我面前，我只觉得反胃。苏眠没在公寓里陪你吗？你这种负责任的好导师，怎么舍得让他一个人在家？林夕，我们谈谈。谈你如何瞒天过海，还是谈你如何把我的伤疤当成玩笑？求你，就给我10分钟。这半个月，我每天都在想该怎么跟你开口。公司那边我已经停职了，苏冕也已经……他怎么样，跟我半点关系都没有。周怀清，我再说最后一遍，签字离婚，别再出现在我家门口。林夕，只要跟我谈谈，谈完之后，如果你还是要离，我绝不纠缠。最后一次，周怀瑾，
我倒要看看你这颗腐烂到根里的心，还能吐出什么像样的谎言。来一份至尊海鲜拼盘，一份黑松露牛排，还有一份特大号的黑森林蛋糕，都要招牌。好的，周先生，请稍等。林夕，这都是你以前爱吃的，我特意挑了这家，咱们以前常来。你记性真好，连以前爱吃什么都记得一清二楚。多吃点，看你这半个月都瘦了一大圈。尝尝，还是当年的味道。周怀瑾，你是不是忘了我海鲜过敏？怎么会？你不是最喜欢……对不起，我记错了。记错了，是记成苏眠了吧？隔着这么远，我都能闻到这蛋糕里甜到发腻的味道。林夕，我只是想给你点个甜品压压惊。我在苏眠的社交账号里翻到过，这蛋糕他每周都要吃3次，每次课题结束，你都会雷打不动地买给他，连文案都一模一样，奖励辛苦的小助手。我不是，我只是顺手。顺手？周怀瑾，你这颗心到底分给了多少人，才能把相处8年的妻子的禁忌和那个女孩的喜好混为一谈？这个黑松露，我不喜欢它的霉味；这个螺类意面，我闻到就要干呕；还有这盘虾，你吃下去是补身体，我吃下去是要进医院抢救。林夕，别说了，我真的只是太累了。这顿饭你自己慢慢吃吧，吃你最爱的苏眠口味吧，周怀瑾。林夕，你站住！林夕，抱歉，刚才我是真的忘了。我最近为了临床项目的数据熬了几个大通宵，脑子转不动了，你别跟我计较。忘了，周怀瑾，你是真的忘了，还是从苏眠进研究中心的那天起，你就从未在意过我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我当然是忘了，我最近整颗心都扑在研究上，压力有多大你不是不知道，我怎么可能不在意你？你是我的妻子林夕，我们在一起整整8年了，这难道还不足以证明我的心吗？林夕，你笑什么？周教授，其实你并没有想象中的那样爱我，对吧？周怀瑾，其实在那场荒唐的婚姻开始之前，你就已经亲手杀掉过我1次了，不是吗？林夕，以后别再这样了。我不喜欢你，你做这些只会让我觉得困扰。那天晚上，我哭了一整个晚自习，从那刻起，我把对他的喜欢埋进了土里，不再声张。林夕，我喜欢你很久了。就在我摇摆不定的时候，我的手机震动了。我是周怀瑾，我想见你，在巷子尽头的旧书店等。怀瑾，你要见我吗？林夕，你为什么才来接？你明明发了短信，你为什么才来啊？叔叔阿姨，林夕的事是我的错，我会照顾她一辈子，这一生我都会守着她。后来他为了照顾我，大学毕业后放弃了更好的前程，我们顺理成章的恋爱结婚。怀瑾，爸说你的研究成果很亮眼，这聘书是他亲手推荐的。辛苦爸了。日子过得平淡，但胜在顺利。我以为这就是我拿半条命换来的来之不易的幸福。
我哪是突然回心转意喜欢他？那天听说隔壁班男生表白，我只是不甘心，发短信骗他出来，想让他吃吃苦头。谁想到会出那种意外？那你就把自己搭进去了。没法子，他这辈子不得不跟我绑定在一起了，就当是还债吧。那天我没有哭，更没有闹，我像个聋子一样走开，在心里骗自己，没关系，至少他现在是爱我的。周怀瑾，我曾经为了保住这份平淡，帮你找了无数个理由。你逃避丈夫的义务，我说是你工作太忙；你对我冷淡，我说是你性格高冷。直到我看见你在苏面的视频里活得那么鲜活，甚至敢去跳伞，我才恍然大悟。林夕，你听我说，原来不爱就是不爱，因为不爱，所以你从未想过了解我的喜好，因为不爱，所以你可以肆意把我的伤疤揭给苏眠看。不爱的时候，你真的可以什么都不做，就看着我溺死在那个雨夜里，毫无波澜。承认吧，你当年娶我，从来不是因为什么重逢的惊喜，更不是因为爱情，仅仅是因为那点可笑的折磨了你1年的愧疚。自始至终，你对我那段经历都心存芥蒂。在你眼里，我是一件被你亲手打碎过又不得不粘起来的残废品，所以这么多年来，你碰我的次数屈指可数。你喜欢苏面，不仅仅是因为他年轻，是因为他对你而言是一张干干净净的，可以任你肆意描绘的白纸。在他面前，你是高高在上的教授，而不是那个发短信害其他人被伤害的罪人。不，林夕，不是那样的，我是犯过错，之前是我不懂事，可后来我是真的爱上了你。这8年里，我每天都在努力补偿你，我甚至放弃了出国的机会，这难道不是爱吗？周怀瑾，别再拿爱当借口了，那只会让我觉得更恶心。承认吧，你不可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更不可能不知道一个负责人和助理之间的界限在哪里。你不是不知道，你只是不想知道。你享受着他对你的崇拜，享受着那种在另一个女人身上找回来的尊严。你当然可以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苏冕，说是他纠缠你，但你的不作为，你任由他偷钥匙，任由他提出一个又一个越界的要求，这种默许，难道不是你内心深处最真实的默认吗？周怀瑾，什么也别说了，离婚吧。周怀瑾，你要是还想留最后一点体面，就趁早在那份协议上签字。林夕，我不想离婚，我真的知道错了，能不能再给我……如果你坚持不肯，我有的是办法向你们公司监察组提交苏曼非法挪用资源的证据，到时候法庭见，结果怕是你这辈子都无法承担的。走吧，去江边。看啊，他跪下了，那个高高在上的人终于为他的傲慢跪下了，我应该笑的。可为什么心会那么痛呢？是眼泪吗？原来还是会为这段荒唐的青春流泪吗？周怀瑾，这8年，我是真的全心全意爱过你。哭完这一次，我就当你已经死在了那个巷子里。老子种了一辈子地，供你出来读书，你就是这么报答我们的？勾引上司，毁坏财物，那可是整整30万的赔偿款。我和你爸爸家里的地和老房子都抵押了，才凑齐那笔钱让你免了牢狱之灾。你个死丫头，你是要逼死我们啊！爸妈，
我错了，我以后一定挣大钱还你们，求你们别带我走。还？你拿什么还？正好隔壁村的王官夫愿意出20万彩礼，你现在就跟我回去，把婚事办了，把家里的债填上。我不回去，爸再给我一次机会，周教授还没倒，他一定会帮我的，求你们了。所以，苏眠他现在只能靠哀求父母，才勉强留在城里。听说每天都去周教授办公室门口守着，可惜啊，周教授现在自己都自顾不暇，哪敢见他？当然，这些也都是我道听途说的。但是啊，坏人自有天收，他不会好到哪里去的。恶人自有恶人磨。我本以为听到这些我会欣喜若狂，可此时此刻，我只觉得内心一片荒芜。苏眠，你来干什么？你干的对吧，林夕？这些事全是你干的对吧？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你少装蒜！我都已经把钱全赔给你了，我也因为你被告发被正式开除了，再也没法跟周教授一起工作了。你到底还要怎样？为什么要害我失去这次参加省级重点项目的名额？那是我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你知不知道，因为名额没了，我爸妈明天就要把我嫁回村里去嫁人。名额被刷掉是因为你涉嫌职业道德污点，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就是你，除了你还有谁会这么恨我？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为什么要毁了我的一切？林夕，你既然不让我活，那你也别想好过。林夕，林夕，你怎么样？周教授，周教授，你来了，你终于来看我了，对不对？我就知道你心里还是有我的，你舍不得看着我被毁了，对吗？周教授，不要离开我，不要不理我，好不好？求求你了。周教授，你之前不是说我是你带过的最优秀、最有灵性的吗？你不是亲口答应过会一直带吗？为什么要半路把我丢下？为什么要在这种时候把我踢出去？都是因为这个女人，对吧？是她用离婚威胁你，你才不得不放弃我的，是不是？可是周教授，你们都已经离婚了呀，你已经自由了，我也自由了。你回头看看我好不好？看看我才是那个能陪你走得最远的人啊！苏眠，你放尊重点！林夕是我的妻子，不管离不离婚，她的人格都不容许你这样诋毁。人格？周教授，你现在跟我谈人格？周怀瑾，你现在装什么高尚人格？你知不知道我为了那个项目熬了多少个怄气？明明定好我是第一助手，可今天早上通知我被换掉了，没了那个项目，我就拿不到那30万的奖金，我爸妈就会……周怀瑾，这都是因为你，因为这个女人。苏眠，收起你那套受害者言论。项目组把你除名，是根据你近期的职业道德评估做出的集体决定。你非法闯入他人画室，毁坏巨额财产，这种私德败坏的人，没资格留在我的组里。你说什么？你被移出项目组是你自身的能力和人品问题，和林夕无关，更和我无关。明明在延长黄怀卫的酒店里，你还夸我数据做得漂亮，明明都说好的。谁叫林夕？谁是苏眠？同志，我是林夕。这位女士强行闯入，毁坏了我数件心血画作，并对我进行人身攻击，监控已经录下了全部过程。苏眠，你涉嫌寻衅滋事、非法侵入住宅及故意毁坏财物，
跟我们走一趟。周怀瑾，你居然真的报警抓我！你这个虚伪的小人，我恨死你们了！死丫头，你还有脸出来？那30万的项目奖金呢？说好的钱呢？爸，我被开除了，钱拿不到了。没钱？老子为了给你凑那笔赔偿款，把家里的牛都卖了。没钱你就死在里面算了，马上跟我回去，明儿给你准备嫁人。全毁了，全毁了。林夕，我不会放过你。林小姐，又是他，这已经是这个星期的第3次了，光拘留解决不了问题。那就通知他的家属。已经联系了，他父母说已经在路上了，这次一定要把人领回去。死丫头，你还有脸在这砸门？你知不知道你砸碎的每一块玻璃都是在砸老娘的命？放开我！都是林夕害的我！学会反抗了是不是？供你吃供你喝这么多年，供你来城里当什么研究助理，也该是时候回报我们了。正好你弟也到了结婚的年龄，要20万彩礼。你算算，你这几年往家里寄过一个子儿吗？直到这一刻，我才真正明白苏眠当初为什么会不遗余力，甚至带着某种牵制的勾引周怀欣。别跟他废话，老子和你妈已经给你物色好人家了，就是镇上开砖厂的王老板。你现在就跟我们回去准备准备，明天就嫁过去。我不回去，爸妈，我求求你们再给我点时间。周教授，救救我！我不要回去嫁人。你不是最心疼我的吗？你帮我把那20万还了，我一辈子给你当牛做马，你让我干什么都行。苏眠，收手吧，这是你的家事，与我无关。与你无关？你说与你无关？我不走！林夕，周怀瑾，我咒你们不得好死！小姑啊，周教授救我！周教授，戏看完了，你也可以走了。8年，那段始于欺骗，始于背叛的荒唐日子，终于在这本不到50克的纸里彻底结束了。周怀瑾，别跟了，到此为止，就是我们对彼此最好的体面。林夕，你等等，我有最后的话要告诉你。关于当年的事儿，你一定要听我说完。当年的事儿，是我太年轻，太要面子，才让你受到了那些无法挽回的伤害。但我想告诉你，林夕，这些年来，我对你的感情没有一点虚情假意。我知道你一直介意我婚后对你的冷淡。我不怎么碰你，是因为我每次靠近你都会想起那个巷子，我是怕唤起你痛苦的记忆。林夕，我本意上是害怕再次伤害你。我承认，跟苏眠在一起的时候，我感受到了那种久违的新鲜感，甚至有一种脱离了沉重婚姻束缚的轻松感，所以我才会知错顾犯，纵容他一次又一次的越界。我以为那是我的避风港，却忘了那是毁掉我们婚姻的深渊。直到意识到你真的要离开，直到看到你拉黑我、起诉我，我才恍然醒悟，林夕，我真正离不开的人是你。知道了，这些话你说给自己听就好，我们以后别再联系。他终于明白了，可这一切
对我而言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今天天气真好，